道林·格雷的画像。奥斯卡·王尔德。第12章。那是11月9号，他38岁生日的前一天。他以后常常记得，他大概晚上11点从亨利先生的家出来，他一直在那里吃饭。因为晚上很冷，雾很大，他穿着很厚的皮衣。在格罗夫纳广场和南奥德利街的拐角，一个人在雾里超过了他。那个人走得很快，领子竖起来了，他手里拿着一个包。多里安认出了他，是巴兹尔·霍尔沃德。一种奇怪的害怕，说不清楚，抓住了他。他装作没认出他，快点走回家。但是霍尔沃德已经看见了他。多里安先听到他在人行道上停下来，然后跑着追他。一会儿以后，他的手碰到了多里安的胳膊。多里安，真巧，我一直在你的书房里等到9点，最后我让你的仆人去睡觉了。我要坐12点的火车去巴黎，特别想在离开以前见你。我以为是你，或者至少是你的皮衣，从我身边走过，但我不太确定。你没认出我吗？在这样的雾里，我亲爱的巴兹尔，我几乎都认不出格罗夫纳广场了。我想我的房子就在这附近，但不确定。听到你要走，我很难过。我已经很久没见到你了，但我想你很快就会回来吧。不，我要离开英国6个月。我打算在巴黎租一个工作室，把自己关在那里，直到完成我脑海里的一幅画。不过，我不是想说我自己。我们已经到了，让我进去一会儿。我有话要对你说。我很愿意，但你不会错过火车吗？多里安·格雷慢慢地说，走上台阶，用钥匙打开了门。灯光努力穿透雾气。霍尔沃德看了看他的手表，时间很够。他说，火车要12点25分才开，现在才11点。其实，我正在去俱乐部的路上找你，就碰到了你。你看，我不用担心行李，因为我已经把最重的东西寄走了，剩下的都在这个包里。我很容易在20分钟内到达维多利亚车站。多里安看着他，笑了笑。一个画家竟然这样旅行，一个包和一件外套。进来吧，不然雾气会进到屋子里。不要说重要的事，现在没有什么重要的事，至少不应该有。霍尔沃德摇了摇头，走了进去，跟着多里安来到书房。很大的壁炉里烧着火，灯都亮着，在小桌子上放着一个酒柜，还有一些苏打水瓶和玻璃杯。你看，你的仆人让我感觉像在自己家里一样。多里安，他给了我所有我要求的东西，包括你最好的烟。他非常好，我比以前那个法国人更喜欢他。对了，那个法国人怎么样了？多里安耸了耸肩。我想他娶了雷德利夫人的女仆，然后在巴黎让他当服装设计师。据说现在那里很流行英国风。法国人真傻，不是吗？不过，他不是一个坏仆人，一点也不。我从来不喜欢他，但我对他没有什么不满。人们常常会想象一些完全不对的事情。他对我很忠诚，当我告诉他离开的时候，他好像很难过。再来一杯酒加苏打水，或者你喜欢葡萄酒加苏打水？我总是喝葡萄酒加苏打水。肯定在另一个房间里还有一些。谢谢，我什么都不想要了。画家说着，摘下帽子和外套，放在包上。包放在一个角落里。现在，我亲爱的朋友，我想和你认真地说说话，不要那样皱着眉头。你让我更难说。是什么事？多里安·格雷用他的方式问道，倒在沙发上。我希望不是关于我的。今天我已经很累了。我希望变成另一个人。是关于你的，霍尔沃德用他低沉的声音回答。我必须要告诉你，我只会用你半个小时。多里安叹了口气，点燃了一支烟。半个小时？他小声说。这不多，多里安，我告诉你这些，
完全是为了你好。我认为你应该知道，在伦敦，人们对你的评价很不好。我不想知道这件事。我喜欢别人的事，但关于我自己的事，我不感兴趣。他们没有意思。你必须感兴趣，多利安。每个绅士都关心自己的名声。你不会希望人们把你当做一个不好的人来说。当然，你有钱，还有这些东西，但钱不是一切。不要认为我完全相信这些话。至少当我看到你的时候，我无法相信。坏事会写在脸上，不可能藏起来。人们有时会说秘密的坏习惯，没有这样的东西。当一个人有坏习惯的时候，它会反映在他的嘴唇、眼睛，甚至手上。有人，我不说他的名字，但你认识他，去年来找我，让我给他画一幅画。我以前没见过他，甚至在那以前也没听说过他。虽然从那以后我听说了他很多。他的手指让我不喜欢。现在我知道我对他的想法是对的。他的生活很可怕。但是你，多里安，你那干净的脸，和你年轻的样子，我无法相信人们说的一切。然而，我很少见到你，你也不来我的工作室。当我离开你，听到人们说你的那些可怕的事情的时候，我不知道该说什么。怎么可能？多里安，像贝里克公爵这样的人，在你进入俱乐部的时候就离开房间。为什么伦敦有这么多绅士不去你家，也不请你去他们家？你曾经是斯塔夫利先生的朋友。上周我在一个晚饭上碰到了他，你的名字被提到了，关于你借给展览会的画。斯塔夫利皱着眉头说，你的艺术很好，但你是一个任何年轻女孩都不应该认识的人。任何女人都不应该坐在你的房间里。我告诉他我是你的朋友，想知道他是什么意思。他告诉我了，他当着所有人的面告诉我，太可怕了。为什么你的朋友对年轻人来说这么不好？有那个年轻人，他自杀了，你是他最好的朋友。还有亨利·阿什顿先生，他不得不离开英国。他和你在一起，你又怎么说？艾德里安·辛格尔顿和他可怕的结局，还有肯顿先生的儿子和他的事。昨天我在圣詹姆斯街遇到了他的爸爸，他看起来很难过。珀斯年轻的公爵又怎么样了？他现在过着什么样的生活？哪个绅士会想和他交往？够了，巴兹尔，你在说你不了解的事情。多里安·格雷咬着嘴唇说，声音里带着生气。你问我为什么贝里克在我进入一个地方的时候离开？因为我知道他的一切，不是他知道我的。他做的事情怎么可能是好的？你问我关于亨利·阿什顿和年轻的珀斯，是我教给他们坏习惯吗？如果肯特的儿子找女人，那和我有什么关系？如果艾德里安·辛格尔顿用他朋友的名字写账单，难道我是他的监护人吗？我知道英国人是怎么说话的。他们说，他们很好，说别人不好，好像他们很了解那些人。在这个国家，只要一个人有名气和智慧，任何人都反对他。那些说自己好的人过着什么样的生活？我亲爱的朋友，你忘记了我们在这里。多里安·霍尔沃德喊道，这不是问题。英国不好，我知道，我们的社会不好。所以，我希望你成为一个好人，但你不是。人们有权根据一个人对他的朋友的影响来判断他。你的朋友好像失去了所有的好，你让他们疯狂，他们已经很坏了，而你让他们这样做了。是的，你让他们这样做了，但你仍然可以笑。但还有更糟糕的事情。我知道哈里和你在一起，仅仅因为这个原因。你不应该让他的妹妹被所有人说。小心点，巴兹尔，你说的太多了。我必须说，你必须听。你要听我说。当你认识格温多伦夫人的时候，她没有事。现在在伦敦，还有哪个女人会和她在公园里散步？她的孩子们都不允许和她一起生活。还有人说有人看到
你在早上从伦敦最糟糕的地方出来。是真的吗？是真的吗？当我第一次听到这些话的时候，我笑了。现在我听到这些话，感到害怕。你的房子怎么样了？多里安，你不知道人们是怎么说你的。我不想说教你。我记得哈利曾经说过，每个说教的人总是从说这句话开始，最后总是说教。我确实想说教你。我希望你过一种让世界尊重你的生活。我希望你有一个好名声。我希望你离开那些不好的人，不要耸肩膀，不要不在乎。你有一种好的影响力，用它来做好事，不要做坏事。人们说你让所有与你亲近的人变坏了，只要你进入一所房子，就会发生不好的事。我不知道是不是这样，我怎么会知道呢？但人们是这样说你的。有人告诉我的事情是真的。格洛斯特先生是我最好的朋友，他给我看了一封他妻子写给他的信，当时他生病了，你的名字在里面。我告诉他这是不对的，我了解你，你不可能做这样的事情。了解你，我想知道我是否了解你。为了回答这个问题，我必须看到你的灵魂。看到我的灵魂？多里安·格雷小声说，从沙发上站起来，脸色苍白，很害怕。是的，霍尔沃德严肃地回答，带着悲伤，看到你的灵魂。但只有上帝才能做到。一句嘲笑从年轻人的嘴唇中说出来，你今晚就会看到他。他喊道，从桌子上拿起一盏灯。来吧，这是你自己的话，你为什么不看看他呢？以后你可以告诉所有人，如果你愿意。没有人会相信你，即使他们相信了，也会增加他们对我的尊重。我比你更了解我们现在，虽然你总是说他。来吧，我告诉你，你已经说了很多坏事，现在你将看到他。他说的每一个字都带着骄傲，他用脚跺着地面，带着孩子气。想到另一个人会知道他的秘密，并且那幅画的作者会因为他所做的事情而被记住，他感到很高兴。是的，他继续靠近他，看着他。我会向你展示我的灵魂，你将看到你认为只有上帝才能看到的东西。霍尔沃德退缩了。那是错的，多里安。他喊道，你不应该说这些话，他们很可怕，而且没有意义。你这么认为吗？他说着又笑了。我知道，至于我今晚所说的话，我是为了你好。你知道我一直是你最好的朋友。别碰我。说完你要说的话，一阵痛苦掠过艺术家的脸庞。他停了一下，一种怜悯之情抓住了他。他有什么权利管多里安·格雷的生活？如果他做了人们所说的事情，他一定很痛苦。然后他站起身，走到壁炉旁，站在那里，看着燃烧的木头，火焰在跳动。我在等你，巴兹尔。年轻人用一种声音说。他转过身。这就是我要说的，他喊道。你必须告诉我，那些关于你的指控是不是真的？如果你告诉我他们都是假的，我会相信你。说不是真的，多里安，说不是真的。你没有意识到我正在经历什么吗？我的上帝，不要告诉我你是坏的。多里安·格雷笑了，他的嘴唇上带着笑容。和我一起上去，巴兹尔。他说，我有一本关于我每天生活的日记，他永远不会离开我写他的房间。如果你和我一起去，我会给你看。我会和你一起去，多里安，如果那是你想要的。我知道我错过了火车。没关系，我可以明天走，但不要让我今晚看任何东西。我只想知道是不是真的。你会在楼上知道。我在这里不能告诉你。你不需要看很多。